所以外国人买房这件事情我们预设不会是东南亚的外籍员工或是外配啦，但是他们的确也有自产的需求。总之我要表达的事情是，如果期望台湾越来越发展，然后之后房地产的接盘会是那个外籍员工的话，应该不太可能不太可能会发生。虽然我自己也遇过，他们对房子的容忍程度超级之高，就50、30几年的电梯大楼他们觉得哇，好有电梯。我们台湾人看了就觉得说什么可以不要嘛那他们都会觉得哇，有电梯真的很好。然后他们对住没有那么要求了。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要怎么讲？我个人认为，这新台湾之子的现象可以持续观察，说不定开始会往政坛这边发展开始出现新台湾之子的议员开始出现新台湾之子的立委，然后就要一路往上。新台湾之子在台湾的占比只会越来越高而已，因为你自己看这个12万对结婚，1万对是外籍。那假设我们来捞这个1万对里头生了1万个小孩，假设都有生的话，总会出现几个天才嘛那他们就往上爬，可能就会透过政策去影响一些政策的制定，都是值得期待的。但是现阶段不会认为说，比方说高雄市美术馆，然后你期待有一个买方是外籍配偶来买，很难应该不会是东南亚外籍配偶，可能是台湾男人不知道怎么样，然后去娶到一个德国去娶到一个英国然后他们喜欢这个环境，大概是长这样，会比较合理吧。闲聊时事，房价压力逼韩男出走，8000人跨海赴日相亲，日本租房也能结婚的真相，台湾买房该警觉什么？韩男跑去娶日本的姑娘然后就这样来先说结论，很多韩男跑去娶日本的姑娘，那台湾男台南则是找东南亚的新娘。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你老了真的会有房子可以住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大量韩国人赴日相亲。那这次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买房压力大，砸重金赴日相亲人数增，韩男日女要求没那么高，似曾相识，对不对很夸张来，我们来讲一个内容根据日本媒体 TBS News 的报道，韩国男性近年来跑到日本去寻找结婚对象的人数明显增加。那他们也采访了一位韩国男性，然后这位韩国男性说，在韩国结婚传统上是男方准备房子，来，是不是跟台湾真的很像？我现在没有要站男女只是说台湾人的传统观念也是这样对不对？你要鸡生蛋，那个鸡窝你要准备好不然鸡真的不会生蛋，然后感受到危险，它不会去生。那台湾买房子好像也都是男人的责任就这样。那他说不贷款买房的话，往往就要等到40岁以上，但他是希望30多岁就结婚不然会晚婚那不利生育，所以他就跑去日本相亲这样，因为日本的女性比较不会要求男生去买房子这样然后现在已经有超过8000名韩国男性韩国欧巴就安排去日本相亲了。然后说在日本的婚恋市场里头，韩国男性是吃香的。为什么？文化输出，大量的韩剧洗礼，日本的女性年轻女性对韩国的男性有部分的人群有那个梦幻泡泡，觉得说努力有担当，长得又帅怎样怎样的。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日本可以接受婚后租房，我们就来讲一下为什么日本人比较能够接受婚后租房。主要原因2个，第一个是日本泡沫经济的阴影，因为日本人是真的全球央行的教科书泡沫经济主动戳破泡沫，造成房地产崩跌。泡沫经济的时间是1986年到1989年我们小时候在那边听日本失落了20年，对不对？现在日本失落了30年就这样怎么还没爬起来所以即使你是现在你是发生的时候是1986年出生到现在也不过40岁那你爸妈更是日本泡沫经济的见证者，所以就不会特别鼓励你买房就对了第2个原因，租售同权制度。然后日本有一个很特别的制度叫租售同权，就是你租房子的权利跟买房子是一样的，房东
的权利被限缩很小这样啦。那你房子租在哪里，你小孩的学籍就在那里，然后房东怎样不能轻易叫你搬走如果要搬走，法院程序。所以对日本人来说，我一样是可以住，然后付租金那我租房子能够保有更多的现金可以用，甚至有个极端的讲法是说，日本的女人会看不起那个买房子的男人，你把房子给他买下去那你就要缴房贷了那就被认为是不求上进因为工作很多会异动啊，或者干嘛的，大概会变成这个样子。那即使是这样，日本人最终还是会买房子的。来，你看这张表，蓝色是租房的比例，很明显年纪越大的时候，租房的人越来越少。这个我未看现在跟台湾也是一样，就是老人的租屋还很困难所以日本人还是会买房的，只是买房的时间被往后延长而已。最后你要知道台湾的状况呢，好，我们也来讲台湾的状况。台湾现在的购屋年龄并没有往后延长并没有35岁以下的购屋占比比2020年还要高。这有没有很超乎你？房子越贵可能要工作到45岁才有办法买台北市的房子你怎么说没有延后数据上就是这样2020年的35岁购屋跟2024年的35岁购屋，2024年还比较多嘞那就会变成说平均起来年龄并没有往后延长。请问是为什么？对不对？很明显嘛，这当然不是什么台湾年轻人现在因为做诈骗都变得很有钱，而是受到什么的影响？新青安嘛，新青安就好几万户这样。然后娶外配这件事情也是正在发生中。来，你看这张图，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来把它念一下104年有15万对结婚台湾结婚有15万对，其中有6200对的配偶是东南亚国籍。到了113年的时候，有12万对结婚。我现在讲的都10年前的数字104年那6200对，然后到113年的时候有12万对结婚，15万变成12万嘛其中东南亚的国籍跑到了1万对，所以说结婚的总人数在变少，然后东南亚的那个占的比例剧增，等于是剧增了，就是这样。你说也还好吧，6200然后到1万，你要不要算一下那个总结婚数的比例那就会变成配偶是东南亚国籍的人变得非常的多。现在还有一个新的趋势像一篇新闻标题我念一下：出国买间房，对不对？艾丽莎莎什么杜拜买房就这样。那台湾去赚台币可以到马来西亚很好过日子。18夜女强人砸千万，为儿教育移居拓展人脉，就是他在台湾赚到钱移居到马来西亚，这个我相信是真的因为也有听到我朋友有在考虑，反正就接案的嘛，远端接案然后住马来西亚还很便宜之类的。那我们也来讨论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应不应该继续持有台湾的房地产？你觉得嘞？我个人认为是还是要继续因为买房这件事情是台湾人的 DNA。你以为这35岁以下每一个人都实力坚强，工作几年就可以存到头期款买房没有好不好？很多都是家人帮忙，就算是家里没帮忙也会有租房子的需求。所以大环境有没有改变？并没有改变。那你说真的跑去马来西亚买房子过日子，然后远端赚台币的人，你把那个数量抓出来嘛真的是非常的稀少。那所以我认为台湾房地产后市还是依然是看好的，因为即使有这个现象跑出来，叫做跑到国外买房，可是他们通常是什么？有能力在台湾买房子甚至台湾都已经治好自产了，然后才去国外的就是这样。所以台湾的根先解决了，才往外走，都是比较有能力的人这样。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再过20年，台湾人会去哪边娶老婆？ A. 继续往东南亚找， B. 非洲肯亚好像不错，C. 直接买2个机器人就好。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自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
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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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就是东南亚配偶这件事情我们以前叫人家什么外劳外配现在有新的名字叫新台湾之子新台湾之子。然后我觉得同学是那个老师嘛，那他们也讲说班上的那个新台湾之子越来越多了，变成说中文讲话都不是很，你听都是有口音的，因为他妈妈越南人。然后通常会发生一件事情，学习障碍。我们台湾的父母当然那个8+9家长就不讨论了，正常的父母对小孩的课业是会有要求的，可是外配越南就还好，他们希望小孩子赶快长大，赶快工作赚钱，帮忙家里开面店或是什么。好，就观念不一样，然后也不太会发生什么这个家庭教育这件事情因为他在家里各种语言都听得到，会影响到他那个讲中文。但反正我认为新台湾之子它不是一张烂牌，你知道，这个好好发展我们台湾未来对东南亚人力的需求绝对是会非常旺盛的，比方说泰文，比方说越南文。我们台湾就在少子化就要补人嘛就要补人的情况之下，当然就是需要这些东南亚语系的人才你这个讲话都像他们当地人，你自然沟通起来会很有优势这以后会是一个很庞大的产业，应该说现在就是很庞大的产业了，就是外劳的外籍员工的聘雇这样。好，然后这个新台湾之子在台湾生活，然后买房子的需求存在。我知道每次一讲到这个外劳外配就会变成说没有，人家这是赚到钱以后拿钱回家然后就这样子就回国了。他们在我们这边赚100万，他在那边可以盖豪宅之类有没的，我也知道存在。但我们现在讲的是新台湾之子这个子都被生出来了，表示那个他自己的父母他的妈妈假设是外籍配偶的话，也拿到台湾身份证了，然后小孩子就在台湾，那很难会发生什么好，那突然整包就这样回去越南了，很难所以说台湾的那个房地产需求还是存在，但是我个人并不认为说 PTT 房地产讨论版也是隔一段时间大概半年会来炒一次叫做外劳买房。他们就认为说外劳在台湾赚钱，赚到钱之后会买台湾的房地产，所以我们台湾的房市后面还会有人接盘，不用担心这样。首先我这个个人我打个问号，有没有外劳在台湾买房？一定有它的数量就不会是0，可是这个数量对比要影响到整个房市，我个人认为还是太过困难还是太过困难。所以短期之内没有出现什么外劳买房这种观察，比较至少我就没有听到什么。我们都爱看的人比较多的反而是一些中介公司会特别去瞄准什么香港人，因为在雨伞革命以后，就很多人跑出来嘛跑来台湾。我们台湾觉得房价贵，在香港觉得怎么可能，怎么那么便宜，空间那么大就是这样。所以外国人买房这件事情我们预设不会是东南亚的外籍员工或是外配但是他们的确也有自产的需求。总之我要表达的事情是
如果期望台湾越来越发展，然后之后房地产的接盘会是那个外籍员工的话，应该不太可能不太可能会发生。虽然我自己也遇过，他们对房子的容忍程度超级之高，就50、30几年的电梯大楼他们觉得哇，好有电梯。我们台湾人看了就觉得说什么可以不要嘛那他们都会觉得说哇，有电梯也真的很好。然后他们对住没有那么要求了。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要怎么讲？我个人认为，这新台湾之子的现象可以持续观察，说不定开始会往政坛这边发展开始出现新台湾之子的议员开始出现新台湾之子的立委，然后就会一路往上。新台湾之子在台湾的占比只会越来越高而已，因为你自己看这个12万对结婚，1万对是外籍。那假设我们来捞这个1万对里头生了1万个小孩，假设都有生的话，总会出现几个天才嘛那他们就往上爬，可能就会透过政策去影响一些政策的制定，都是值得期待的。但是现阶段不会认为说，比方说高雄市美术馆，然后你期待有一个买方是外籍配偶来买，很难应该不会是东南亚外籍配偶，可能是台湾男人不知道怎么样，然后去娶到一个德国去娶到一个英国然后他们喜欢这个环境，大概是长这样，会比较合理吧。跨海相亲日本女人那韩国跟日本因为文化输出很不对称，很不对称的意思是说，文化输出就是那些影剧作品，就让你觉得说这个国家好强好强其实没有那么强。可是它让韩男跟日女取得了差不多平等的位置。现在我们台湾男人去娶到日本女人，就会觉得是高攀，有没有？就是我们看日本女人是比较厉害的，也不错啦。如果娶日本女人的话，可以满足很多从小到大男生的幻想嘛那当然，日本的女人结婚后的生活，我不知道，一定有她现实的地方。改天我再去问问看我那个娶日本老婆的同学，看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
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叫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